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接着往后面讲。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来拆一下我们的这个鞋底。那么上节课我们的这里这个相间我们是已经拆掉了，对吧？我们这里这两只相针我们暂时还没做，那么我们就先来把这个鞋顶这里做一下。那么首先来讲我们这个鞋顶之前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鞋顶，那么它角度是怎么去算的，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个东西。那么首先我们要去计算出我们这个鞋顶的角度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鞋顶还要往后面退的这个距离，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倒扣量。倒扣量呢，我们要加上一个1毫米1到2个毫米左右我们的一个安全移量。你像我们这个鞋顶，我们一般加1个毫米就足够了它的一个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安全距离。退出之后，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大概在3个毫米，对不对？这里是2个毫米，那么我们这个行程我们加1个毫米就3个毫米。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行程鞋顶的这个行程。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顶出顶出高度，那么跟我们的这个鞋顶的行程，我们就能算出我们这个鞋顶的这个角度了。那你像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我们要顶出多高呢？那这里面你可以量最深的这个位置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量这里面，量到这里面，我们这个骨位最比较深的这个骨位这里面这个你是115，那可能我们这里面这上面呢，到这里面我们是后膜这里最深的这个地方，你从这里面去量的话，我们到这里面可能它高度又会变高一些。那这是像我们这种它不是在同一个面上面这里面去量的话，这里面你看大概就在38左右了。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这么去算的话，那可能你这个顶出就顶出很高了。但是这里面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呢，它因为这里的钢料，这边的钢料只在这一个位置，我们这里面也不需要顶出这么高，对不对？我们大概就顶出这里面，把整个这个产品能够脱离这个磨人就行了。那刚才我们量了一下，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中间这里这个距离就大概在量比较深的这个位置，或者是我们这个柱位，可能我们刚才这个边上这里面你看不到最深的这个地方到这里面20，那这里面你可以顶个30，你给它顶出距离，你要加一个余量，那么我们一般5到10，对不对？那这里面如果你通过这里面你不会去量怎么办呢？不会去量，那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一个从这里面去移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30，我们就试一下这个30能不能把产品顶出 OK， 完全没问题。你把这里产品往上面移动移动一个30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整个产品脱离了这个磨人，那这个顶出距离就够了，对不对？那这里是一种方式我们这里面30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干嘛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画一个三角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你怎么办呢？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这个 CD 里面，对不对？比如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去画一个三角形。第一个画一个什么行程3，那么顶出高度呢30，那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来一条线，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什么呢？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我们的角度 5.71 度，这是我们最老式的这种方法我们现在呢，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外挂里面可以计算，2D 里面的焰系外挂也有计算器，那么我们3D 里面也有这个计算器，你可以直接点击到我们这个鞋顶，你可以算出我们这个角度你算角度，我们脱模距离3，行程30，这里面我们算出来是 5.71， 那跟我们刚才画的三角形是一样的在这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在计算器上面又去算什么三角函数的这些公式，那这个就没必要了。那 5.7 的话，我们这个鞋顶的角度呢，我们就做到6度我们做取整数，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取一个小数了，对不对？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怎么去画我们的鞋顶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放到这个图层里面去。那么放到图层里面去之后呢，我们再来单独来做这个鞋顶的。那我们这个鞋顶这里面呢，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把这里面做一个箱体把它给包起来，对吧？那这个箱体这样子去做把它给整到下面去，我们后面呢我们可以拉过来。至于到底我们这个鞋顶它是从哪里去包胶呢？我们像我们这里面我们正常的，你像我们这个鞋顶我们的正常去做，我们肯定是沿着这个二楼角这里面，对吧？从二楼角这里面拉出来。那么做鞋顶这里面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做的这个鞋顶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支撑面。你像我们这里可以往这边，你往后面。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胶位出来这里，我们给它留一段这个支撑的，这里这一段我们就是一个直面。这个呢，我们一般你有位置，你可以留个3-5个毫米的这个宽度你可以给它留宽度。我们这2个毫米，你可以再给它往后面偏个2个毫米左右，对吧？1-2个毫米都行。那么我们这个高度呢，也是一般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高度也是整了个3-5个毫米就行了。从这里面你可以上去，我们这里合起来之后呢，我们这里就可以去拉伸一个斜度出来了，对吧？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拉一个斜度出来。那么我们刚才说了6度这里面我们就来个6度。
6度拉伸出来之后呢，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给它做一个鞋顶的厚度加厚。那么这个鞋顶的厚度呢，你可以暂定一个6度吧。我们一般的鞋顶的话，就是你能做厚你就做厚一点，但是看似我们这个位置好像不太有位置给你去做到太厚啊。那这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按照这样子去做的话，做了之后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啊，我这个鞋顶往后面退3个多毫米了，你这里面我们的角度是加大了，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这个角度是做的是6度，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是30，这个地方那就是鞋顶要往后面退3.15，要退3.15的话，你要看一下这个位置，你这里面能不能满足到我们这个点啊？能不能满足到这个位置？这里面它刚刚好3.15，对不对？那么这里面3.19，这里面就有点危险。鞋顶退完之后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退完之后，那么怕它铲到我们啊，跟我们这个胶这里碰撞，就是挡住这个鞋顶往后退了。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怎么去操作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鞋顶这里面这个直边，你像我们这里有位置的话，对不对？在有位置的情况，你能够减少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把它给往里面移一点。这里面啊，这个位置我们这个上面呢，你可以适当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移1个毫米进去。那这里面我们的位置不是特别的理想，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鞋顶往这里面呢，你给它进去1个毫米。那我们这里面呢就保证足够的这里面的一个退出来的这个距离，是吧？如果说你画的这个你想把这个直身面留多怎么办呢？这个鞋顶怎么去处理呢？那这个鞋顶可能你的包胶你就要包到里面来了，从这里面把这个胶包起来。整个科位这里面可能你要包到鞋顶上面了，那前面呢我就可以缩短这前面的距离，我把整个鞋顶往里面去移，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工作当中呢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你的鞋顶铲胶了后面，那如果实在不行你后面铲胶了怎么办？你用这几种方式你都解决不了怎么办呢？那你就要跟客户去沟通，让客户把你的这个把我们的这个鞋顶呢自己去把这个位置胶位看能不能改动，对不对？把这个后面做一个槽出来，让我们这个鞋顶往后面去过，对吧？这里面这个宽度不是整数，不是整数怎么办呢？不是整数，那我们这里面就给它调成一个整数，对吧？我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给它给多一点点，给多一点之后呢，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整数出来，从我们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大概我们就做个6个毫米宽的吧。那我们这里面这个鞋顶的这个角度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做了之后，我们前面在拆这个相间就说了，这里面如果是比较单薄的话，跟着我这个鞋顶这里面呢，那么这里面你磨人做了之后，你不能留薄片0.41肯定是不行的，那怎么办？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就需要把这个鞋顶把这个相间往这里偏过来把这个相间直接做平到这里来，对不对？我们这个鞋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至于这个鞋顶的形状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这里暂时还没做。等一下我们把这边这2个鞋顶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把这个鞋顶呢还没有做出鞋顶的形状之前，我们先给它做一个镜像，镜像过来之后我们再来。那么你看我们这两边这边可能稍微的还宽一点点，如果这边不够宽的话，我们这2只鞋顶你就不能做到一样这里有1.2，那还好，我们这边那肯定是不行的。这里面也是需要我们这里去把它给替换进去。那做完之后，我们这个鞋顶呢，我们再到磨人上面来做一个球胶。球完胶之后呢，那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里球插出去。我们这里面呢是替换过来的。这个相间我们是加大了嘛，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球个胎。可以把这个鞋顶这里面我们保存一下。球个胎，那这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鞋顶，对吧？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剔出来。那这个鞋顶我们这里面我们就把它给拆好了，拆完之后我们的磨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形状。那至于你这个鞋顶你这么去做完之后它行不行呢？我们其实刚才应该稍微的等一下我们再去做这个球插的。那么这里面做了我们也不管它了。这里面你看我们这边过来之后，我们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薄片了，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里面你就不能让它直接这里整过去，那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面，你看我们这里这个鞋顶刚才应该是先处理一下，我们再去球插。那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鞋顶你要么你就从这里过来，要么你就直接把这个边你不能跑到这外面去，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干嘛呢？把这个鞋顶从这里面切掉，它这个面是一个斜面，
是一个斜面，你这个跟着这个斜面去切的话，但是这个斜顶这里会有倒扣，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在这个斜面上面来切啊。从这里面我们就从中间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给切掉。那你看你跟着这里这个形状把它给拉出来之后呢，这里面它同样的也会有一个小面的这个碰穿，它高度不是特别高啊。这里面我们就还是选择算了啊，就不去那样子去操作它，我们就直接以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给切成这样子的这个形状来，把这个呢我们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磨人上面去啊，就是这样子的了，是吧？我们把这个下面这里面这个形状合起来，那我们这边呢再把这一个合起来。这个地方你就别把这里平到这个面来平到这个面，但是你这边是一个有出前出后模，我们这里面它是不是一个直身的？如果是这个直身的，你平这个面这里下来还好，那不是直身的你就别做到这个面来，做下来的这里是倒扣我们实际模具里面我们这个面肯定是不可能做直身的那这里面我们就这个斜顶呢，大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斜顶这里一定是要留这样子的一个直角一定得要留这样子的这个这里一个直身面，这里面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有直角，你没有直角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斜顶没有加工取数的这个基准斜顶这里面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加工取数的这个基准的，那这个斜顶我们就可以这么包。只不过我们这里面它由于这个位置的这个限制，这里我们这个封胶可能我们就只能是比较少了。那么同时这里面呢，我们这个胶位这个胶位这里面呢，它也是比较矮的，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好像我们还是得把它给剃平过来，剃到这个面可能看起来会好那么一点点。这个面它是斜顶的这个位置，至少它可以是直的我们这里还是把它给做过来好一点。这里凸出来这个斜顶看起来怪怪的，那我们还是就这样子把它给做过来。做过来我们这边呢，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应该我们这个位置是不应该是直的不应该是斜的。OK， 那么我们可以来进到斜率里面去看一下，这里你别做出来有倒扣就行了。做出来如果磨人里面你怕有倒扣的位置呢，你做完之后你一定磨人也一样，你可以通过斜率去分析一下。OK， 那这个是直的，直的就还好直的没问题。但是我们这里去拔模了，你这个面往这边拔，我们斜顶这一块我们还是让它就做成直的，对吧？或者是我们斜顶这一块你可以给它往这个出模方向往这边做一个斜度出来都行。这个小面倒无所谓，如果是比较高那就一定要有斜度斜顶这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也得要做斜度的。那这里面我们这个就没问题这个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斜顶呢也就把它给完成，只是我们后面的这些斜顶座还没做，斜顶座这些呢需要我们把模胚这些调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完善我们的这些斜顶座这些东西。OK， 好，我们这节课的知识点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系统课程。我们的系统班是从软件零基础开始学起，难度逐步提升加工结构工厂做事的流程标准，通过4个半月在线学习，那么完整的学会模具设计学完能独立胜任模具设计的这个岗位。那不需要全职学习学完不需要去做学徒。对模具设计感兴趣想转行的同学可以扫一扫二维码，添加老师的好友，领取详细的课程大纲，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最后祝同学们学有所成。